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今天来新北市金山区旅行，刚刚造访了圣德宫。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地黄溪头清水园区，来这边的清水溪的西岸戏水。那这附近还有另外一条溪流，叫做黄溪。这两条溪不太一样，清水溪之清可以濯我缨，黄溪之浊可以濯我足。不过黄溪也不是真的水很浑浊，是因为它的水是从阳明山那边流下来，那有带一些硫磺的矿物质，整个河岸看起来是岩石都黄沉沉。那黄溪这条河流也比较宽阔，河岸比较没有遮荫，所以要戏水的话，还是在清水溪这边戏水比较舒适。前面这条溪流就是清水溪，清水溪的两岸都有戏水的空间。我现在是走在清水溪的右岸，那主要的休憩区在左岸那边，那边也设有流动厕所，还有一些座椅、凉亭。上游那边有一座桥梁，可以连接两岸。现在放暑假了，所以有不少小朋友在这边戏水。溪里面也是可以看到小鱼游泳。我就直接从这边跳石过溪。哎，我中暑了，不要弄我。那中暑要。这边的树林里面有休憩座椅。现在上午9点多，树林里面还蛮凉的。这里有洗手台，不过看起来没水。流动厕所，旁边的小木屋是重河溪护渔巡守队。我刚刚还以为是更衣室，我今天还带泳裤来嘞。这里是属于金山区重河里，那地名就是黄溪头，因为位于黄溪的上游，因而得名。这里是丰溪护渔的区段。严禁采捕。这是清水溪，夏日到郊外走走，来到像这样的地方，有溪边可以戏水，有树林可以休憩，然后有简短的步道可以散散步，我觉得不错。这里有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，我记得早期这里曾经是私人营业的黄溪头清水园区。算是露营地吧。那后来歇业了。早期这边的西岸还有一条黄溪头古道，我20年前走过。不过在一次台风之后，黄溪头古道就消失了，那也没有再修复。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就去造访一下黄溪头古道。不过应该是已经完全杂草丛生了吧，就去看看。
这条碎石之路走到尽头处，就会衔接黄溪头古道。哦，这一段碎石之路有走在二子坪步道的感觉，不过当然这里是没有二子坪那边那么凉快。很快就走到道路终点了。右侧是私人的农园。那这是黄溪头古道吗？可能是农垦的小径。我记得黄溪头古道是沿溪行。这边有写危险误入。可是前面那边明明有几池的戏水池。好吧，我的黄溪头古道探索之旅就到这边结束。现在到西边去跟我老婆会合了。这是上游的小木桥，上来看一下风景。我老婆在那边撑着伞在戏水。那边树荫不够凉，下游比较凉。不过当然最阴凉的地方也是游客最多的地方。不过我老婆说越上游溪水越清澈，下游的话就是会体验别人玩水后流过来的水。我继续往上游走好了，因为老婆在那里。哦，清凉的溪水。那我也要下水了。水流很强哦，水流很强。啊？好，超强的。哦，凉快。这边是木桥下，我来小小的溯溪。哇，果然是越上游水越清澈。天气渐渐变阴凉了。我就不拍片了，我要在溪边这里纳凉戏水了。那我们今天的黄溪头清水园区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